女孩背好书包，准备让妈妈送她去学校，但厕所里的妈妈呕吐不止。女孩拿着梳子给自己梳头发，嘴里还说妈妈少吃点就不吐了。梳完头发后，她隔着门大声说：“妈妈，我可以自己去学校的。”临走前，她还不忘跟妈妈说再见。可刚走不到一会，女孩就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原来半个月前，女孩发现妈妈在偷偷吃大量的药，而且表情还十分痛苦。年幼的她只知道妈妈应该是生病了。之后，女孩每天早上醒来都会靠近妈妈的怀里听心跳声，不放心的她还伸出手指查看妈妈是否还有呼吸。女孩叫程怡，每次上学都不带雨伞，因为她知道妈妈不管有多忙都会来接她回家。妈妈是个高级婚纱设计师，每天的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。爸爸英年早逝，妈妈独自一人将她养大，对她自然是疼爱有加。然而程怡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洁癖。同学只是喝了她的水，她就抢过水，还说你是乞丐吗？导致吉娜被班里的同学嘲笑。之后班里的同学就很少跟她玩。本来妈妈给她报名了舞蹈班，但她看到吉娜也在这个班跳舞，她为了逃避吉娜，躲在门口等待下课。这天妈妈来到舅舅家给死去的母亲祷告，途中妈妈突然冒出冷汗，本来妈妈想强忍，但最终还是顶不住给倒下了。等妈妈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了医院。起身后看到舅舅在咨询医生妈妈的病情，医生说妈妈得的是胃癌晚期。原来半年前妈妈就检查出自己得了胃癌，可能活不过1年。医生让她住院化疗，但她为了不让女儿担心，所以一直使用药物抵抗，因为她想在最后的时间里好好陪伴女儿。当舅舅知道真相后，妈妈只是微微的笑着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妈妈让舅舅和舅妈替她保密。舅舅也知道妈妈的苦衷，眼角早已湿润。他停下车，蹲在车旁为妹妹的病难过的痛苦。妈妈为了陪伴程怡最后的时光，她悄悄地来到女儿房间跟她一起睡。每天送程怡去上学，她都让程怡给自己亲亲，甚至还给程怡买了游戏机。妈妈希望在有生之年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但程怡只是随口说这电视机太怪了。于是妈妈又给程怡换了一台大电视。这天早上，妈妈走路送她去学校，可走了一半，程怡就说不想去上学，妈妈便又带她折返回家。可在回家后，天空不作美，下起了大雨。母女2人趴在窗台上十分无聊。程怡又说早知道今天去学校上课还好，于是妈妈冒雨驾车带她赶往几十公里的海边。来到海边，妈妈带着她开心的骑摩托。此时的程怡开心的像个小孩，本来一直不喜欢拍照的妈妈，此时却不停地给程怡拍照。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，妈妈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永远的定格。这天，程怡在学校里准备吃午饭，吉娜走过来问她为什么没去上芭蕾课，程怡却说自己不喜欢芭蕾。吉娜又嘲笑她是不是怕自己。之后，吉娜拿起程怡的牛奶，还一口气喝了一半，结果有洁癖的她彻底生气，她把喝剩的牛奶倒在吉娜的饭上，2人又吵了一次架。之后，老师把实情告诉了妈妈。回到家后，程怡怕被妈妈打，然而妈妈却让她要多跟同学交往，但程怡以为只要有妈妈在就足够了，而妈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只能抱着女儿默默地流下了泪。几天后，妈妈鼓励程怡邀请同学来给她庆祝生日，可她事先准备好卡片，却怎么都不敢送出去。到了生日这天，妈妈布置好了一切，却没看到一个同学的到来，而程怡一个人在房间写作业。妈妈赶忙让她把作业放下，拉着她去庆祝生日。虽然只有妈妈的庆祝，但此时的程怡却非常开心。2人一起吹蜡烛，一起唱歌，妈妈还给她准备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，还教她骑车。可程怡却怎么都骑不好，程怡甚至抱怨妈妈买的自行车大了。妈妈说明年就不大了，但程怡却说为什么不明年再学呢？可妈妈此时却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鼓励她说妈妈在后面扶着不会摔的。听到妈妈的鼓励后，程怡慢慢的学会了骑车，车速也越来越快。妈妈在身后努力的保持她的平衡，很快妈妈就累得喘不过气。趁女儿不注意，妈妈把手松开了，程怡不知不觉学会了骑车，可妈妈却累得瘫坐在地。等程怡停下来，回头告诉妈妈我会骑车了，才发现妈妈已经离自己很远。回到家后，妈妈赶忙吃药，此时妈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咽喉，她吞药的表情都十分痛苦。然而这一切被门外的程怡看得一清二楚。之后，妈妈给女儿制作了一件最漂亮的婚纱，她希望以后自己要是不在了，女儿能够穿上这件婚纱嫁出去。这天，程怡找到舅妈，她问舅妈妈妈为什么吃那么多的药，是不是妈妈生病了？可舅妈对她说起了善意的谎言，但程怡却哭着说，舅妈希望你不要对我说谎，不然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舅妈此时不知如何答复，只是安慰她坚强起来，妈妈会没事的。虽然舅妈不说，但程怡似乎也懂得妈妈的病很严重。既然妈妈不让舅妈告诉自己，那就让舅妈不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她不想让妈妈担心。从此早上，她每天起床都会用手指查看妈妈的呼吸。这天，她要去学校上课，听到妈妈在厕所呕吐不止，于是她给自己梳好头发，还假装说妈妈以后少吃点就不会吐了。出门前，她还不忘跟妈妈说再见。可刚没走几步的程怡就忍不住地流下了泪，因为她非常害怕失去妈妈，可却又不知道怎么帮助妈妈。放学后，外面下着雨，
他本想冒着雨走回去，突然一只漂亮的手出现，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妈妈撑着伞来接他。妈妈带着程一来舅舅家吃饭，结果表哥见程一自己用单独的碗筷，表哥说了他2句，结果2人吵了起来。表哥一气之下把勺子放进程一的碗里，程一生气地推开了碗，表哥又拿勺子在碗里搅拌。舅舅骂了表哥，但妈妈执意让程一把饭吃掉。程一说不吃，无奈妈妈拉着程一回家。回到家后，妈妈第一次生气地骂了程一，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懂事一点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谁能受得了你的脾气呢？程一委屈地说，엄마가 오래 살아서 다 받아주면 되잖아. 장난감 게임이 있다고 다 필요 없잖아. 갖다 버려. 이런 거 막 사주고 엄마 넣고 싫다고. 엄마는 계속 나랑 헤어지려고 그래. 엄마 죽지 마. 엄마 나랑 살아. 엄마 제발 죽지 마. 妈妈听到这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女儿早已经知道了一切。她哽咽的说不出话，只是抱着女儿痛哭起来，还不停向女儿道歉说对不起，妈妈不会离开你的。晚上母女俩怎么都睡不着，妈妈让程一给她唱一首催眠曲，程一便开始唱了起来。可唱着唱着，妈妈却突然没了声响。之后妈妈被送进了急救室，来不及穿鞋的程一想起了妈妈的愿望，妈妈希望她能有很多的朋友，还希望她能够站在舞台上跳一支芭蕾舞。万幸的是妈妈被救了过来，但医生告诉她可能活不到1个月。程一为了完成妈妈的愿望，他开始来舞蹈班努力的练习跳芭蕾，还会主动向吉娜道歉，甚至拿吉娜手里的牛奶放进自己的嘴里喝了起来。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分享是多么快乐的事，吉娜也原谅了他。之后吉娜和同学们一起来看望妈妈，程一还高兴地给妈妈介绍了吉娜，妈妈十分欣慰。程一也通过不断努力成功获得了老师的肯定，老师还让他一起跟同学们上台表演跳芭蕾，而妈妈也终于能够完成愿望，带病来观看女儿最美的演出。晚上程一就陪着妈妈挤在小小的病床上睡觉，妈妈夸她今天非常漂亮，她很是开心。但妈妈今晚却怎么都睡不着，只是看着疲惫的女儿渐渐睡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程一醒来叫妈妈，可遗憾的是再也没听到妈妈的回应。这一次她没有哭，而是自己穿上鞋。 엄마, 꽃도 아침에 물 주면 좋아하겠지? 엄마, 나 오늘 학교 안 가는 날이니까 엄마랑 하루 종일 놀아줄게. 说完还是没有听见妈妈的回应，她难过的流下了眼泪。于是她轻轻地关上病房的门，站在门口守护妈妈，因为在她心里妈妈只是睡着了而已。直到医生赶来查房发现了不对劲，她才彻底明白妈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她。我希望程一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，能在舅妈的照顾下健康快乐的成长，同时也希望正在观看视频的你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请记得常回家看看。